宇宙会用你没想过的方式完成你真正的愿望，不是你设计的那条路，不是你用逻辑计算出来的步骤，甚至不是你一开始以为自己想要的那个版本。但当它真的发生时，你会回头明白，这一切的安排其实都比你原先设想的更完整、更深、更贴近你的灵魂渴望。我们总以为显化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，但真正深层的显化是宇宙回应你内在频率的过程，不是你表面上说了什么，而是你内在真正相信什么，渴望什么，准备好什么。有时你以为你在追求的是一段关系，但你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被深刻理解、被安全接住的感觉。有时你以为你想要的是一份工作，但你真正渴望的其实是能够自由表达、被看见的空间。有时你以为你想要的是金钱，但你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那份我可以选择自己生活样貌的自由感。宇宙从来不吝啬给你这些，它只是用最贴近你灵魂需求的方式来回应你真正的愿望，而这方式往往不是你早已规划好的剧本。它可能绕路，可能先拆毁某些不合时宜的东西，可能带来一场你无法预测的变动，甚至会让你一度以为为什么一切都偏离了我原本想要的。但如果你愿意静下来感受，你会发现你其实正在被带往一条更对的路上。愿望的完成从来不只是结果，它是一场你与宇宙之间的合作，是你愿意交出控制、保持信任的过程。你不是失去选择权，而是学会与更高的智慧共创。你依然可以清晰地设定渴望，但你不需要执着于它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实现。那种方式可能会比你计划的还更有效率，更有惊喜，也更让你成长为你本来就能成为的自己。宇宙比你更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因为它看见你还没说出口的渴望，它知道你真正缺的是什么能量，它了解哪一条路才能让你带着完整的你前进，而不是某一个被迫妥协过的你。当你紧抓着方法不放，你可能会错过更适合的机会。当你执着要事情照你想的发生，你可能会把宇宙安排的奇迹挡在门外。你可以练习把愿望交出去，不是放弃，是放手。放手那个你以为非得如此不可的执念，放手那个你以为控制一切就会安全的习惯，放手那个你总觉得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快乐的错觉。因为宇宙会用你没想过的方式完成你真正的愿望，而那方式总是深深地为你着想。愿望是灵魂的语言，实现是频率的回应。当你愿意不再用过去的经验限制未来，当你开始相信我可以不知道怎么来，但我知道它会来，你就打开了一扇新的可能之门。从那里开始，你的世界会不一样，你会开始体验更多直觉、同步、神奇的发展。你会遇见意想不到的帮助、转机、灵感。你会被引导去你未曾预设过的地方，但你会发现那里比你想象的还更适合你。真正的显化不是控制，不是追，不是逼，是你越来越懂得与宇宙跳一支共同创造的舞。你提愿望，它铺路；你调频率，它带机会；你愿意信任，它就给你证明。当你放下，
它一定要照我的方式来。你会发现它来得更快、更轻、更稳。愿你学会在不确定中练习信任，在未知中保持开放，在等待中持续行动，在行动中记得温柔，因为你要的真的会来，只是它可能长得不一样，但请相信，那是宇宙为你挑的最好版本，那是你内在真正准备好的收获，那是你配得的答案。你不需要懂得所有的路，你只需要记得自己有光，而这光会吸引来对的形式，完成你最深的愿望。你以为要很努力去想，要很渴望去追，要每天提醒自己那个愿望的存在，才能让它发生。但愿望的力量不在强度，而在清晰。清晰不是强烈，清晰是一种稳定，是一种内在没有模糊、没有矛盾、没有说想要但其实在害怕的频率。很多时候，你其实不是没有愿望，而是你对它的能量是混乱的。你说你想要被爱，但你内在怀疑自己值得。你说你想要自由，但你内在害怕失去安全感。你说你想显化丰盛，但你内在对金钱有着又渴望又排斥的情绪。这些频率，宇宙全都听得见。显化的关键从来不是我多想要，而是我有多清楚那是我真正想要的，以及我有多一致地相信它值得被实现。清晰是一种频率的纯净，是一种你全然对齐的状态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否定，没有混乱的能量夹在中间，就像电波一样。只有当你精准地对准了那个频率，你才能听到你想听的声音。愿望也是如此，当你发出的讯号干净、明确、有穿透力，宇宙才有办法正确接收并回应你。但如果你的讯号是反复的，一下要这个，一下又怕那个，一下往前，一下又退缩，一下说相信，一下又自我否定，宇宙就无法准确地为你准备。它不是不给，而是你自己也还不确定要什么。它只能等你稳定，等你清晰，等你说我已经准备好承接它的来临了。清晰的愿望不会让你焦躁，它让你安定，因为你知道它会来，你知道你值得，你知道那是你生命自然的延伸。当你真的清晰了，你不会一直重复确认、重复怀疑、重复执着，你只是静静地做着你知道该做的事，走在你知道的方向，选择符合那个版本的自己，活得越来越像那个已经实现愿望的你。清晰不是喊口号，而是内在的一致感。你的思想、你的情绪、你的身体、你的行动，都在朝着那个愿望的方向前进，都没有在扯后腿，都没有在偷偷怀疑，都没有在悄悄反向创造。那时候，愿望不再只是梦，它开始有了根，开始在你身上发芽。你成为了那个可以承载它的人，你不再焦急它什么时候来，你知道它正在来的路上，而你的清晰就是它的导航。这世界上不是谁想得最用力就能得到，而是谁最清楚自己是谁，要什么，为什么要的人，才能稳稳地接住那个实现的版本。所以别再逼自己去强化愿望，你该做的是净化愿望，
把那些不是真心的渴望丢掉，把那些来自比较、匮乏、补偿的想要释放掉，让愿望回到它最纯粹的形状。它是你的灵魂说，我想体验这样的自己。而当你清晰了这一点，你就知道怎么活，怎么选，怎么前进。愿望会来，不是因为你大声喊，是因为你准备好了。而清晰，就是你准备好的证据。你越靠近真实的自己，愿望就越快实现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厉害，不是因为你做了更多，而是你终于对齐了那个真正想要的频率。显化不是扮演某个理想角色，不是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，不是掩盖恐惧与脆弱，而是你开始允许自己成为那个其实一直都在的你。你内在的真实，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从来都知道什么让你开心，让你扩张，让你自由，让你有能量。只是你太久没有听他说话了，你太习惯调整自己去适应世界，去取悦他人，去符合期待。结果你活成了该是的样子，却离你真正的样子越来越远。而愿望是灵魂的语言，它只会回应那个真实的你，它不会为了讨好你伪装出来的模样而发生，它不会降落在你戴着面具的版本身上。你越扮演，你越远离；你越压抑，你越卡住；你越逼自己活得像个能成功的人，你就越难真正与愿望共振。因为愿望从来不是要你变成谁，而是邀请你回到自己。你曾经害怕如果你真实了，就不被接受。你曾经怀疑如果你不掩饰、不妥协，人生会不会更艰难？你曾经压抑那些不够积极、不够正面、不够成功的样子，只是为了活在一个你以为比较安全的角色里。但愿望不会骗你，它会在你累的时候提醒你，它会在你放弃自己时偷偷拉你一把，它会在你最痛苦的挣扎里轻轻问你一句：你还记得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？而当你终于选择回头，选择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，哪怕它还不完美，还在修补，还不被理解，但你知道那才是你，你知道那才是那个愿望会选择落地的地方。宇宙不是要你做谁，它要你成为谁。那个谁不是人设，是你灵魂的频率，是你存在的真相，是你赤裸、诚实、勇敢、脆弱、完整的样子。当你越靠近这个自己，你的愿望就越容易找到你，因为你开始打开，开始一致，开始放下伪装，愿望才终于有空间进来，才有容器可以承载，才有能量可以落实。不是愿望不灵，是你还不敢全然地成为那个被愿望选择的你。但现在你可以慢慢放下别人怎么看，放下一定要赢，放下不能失败。你可以允许自己在不完美中成为完整，在真实中体验力量，在脆弱中看见奇迹。你会发现，越真实，你越自由；越自由，你越轻盈；越轻盈，你越能接住来自宇宙的礼物。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不再隐藏自己。你终于说，我愿意用我的真实来交换这个愿望的实现。
宇宙听得见这份诚实，它会用最快的方式回应你，不是因为它突然给你开绿灯，而是你终于回到那条原本就为你准备好的路上。所以，别再问该怎么做，请先问：我还在哪里？不允许自己成为我自己。愿望不需要你变得伟大，它只需要你变得真实。真实是显化最快的捷径，是爱的最高频率，是你来到这世界最重要的功课。你越靠近真实的自己，愿望就越快实现，因为你不再是谁的影子，你是光本身。达成不是一种控制，而是一种接收。我们总以为要很努力、很积极、很明确地去掌控每一个细节，愿望才会实现，梦想才会达成。我们逼自己设定计划、规划流程、对齐目标。我们把时间排得密不透风，把路线想得滴水不漏，仿佛只要松懈一点，人生就会偏离正轨。但那样的控制，其实是源自深层的不安，是一种来自内在匮乏的假安全感。因为你不相信，所以你才要掌控；因为你害怕，所以你才要紧抓。你以为如果不这样，就得不到。你以为如果你不推动、拉扯、施压，生命就不会往前走。可真正的达成，不是因为你把一切都安排好，而是因为你开始允许，开始放松，开始接收。接收是一种信任，是一种你知道自己已经做得够多，你知道宇宙在为你工作，你知道你正在走在对的频率上，所以你选择打开自己，不再只接受你头脑认为应该来的方式，而是让一切用最适合你的方式来到你面前。控制会限制宇宙的路径，接收才会打开所有的可能性。你可以做，可以计划，可以行动，但你也要记得，在行动之后，要留一个空间，让生命来回应你。这就像种下一颗种子，你需要浇水、施肥、照顾，但你不能去控制它什么时候长出来，长多高，往哪边长。你要给它时间、阳光、信任，然后接收它自然的发展。它不会照你想的方式成长，但它会以最贴近它本质的方式绽放。你的愿望也是如此，不是你拼命想要就会来，是你内在对齐了，稳定了，放下执着了，它就自然会流向你。达成不是你去把它推进来，是你变成了那个可以让它靠近的自己。你放下评断，你放下比较，你放下一定要如何才算成功的框架。你开始真正感觉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给它空间，让它用它自己的节奏来找你。接收是柔软，是你在行动之后选择静下来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感受一下那些你没预料的线索，那些你原本看不见的可能，那些不合你预期却刚刚好的安排。你会发现，越是放下控制，越是安住在内在的稳定感中，生活越是轻盈，你遇到的帮助越多，灵感越频繁，结果越惊喜，因为你给了宇宙余地，让它参与，让它表达，让它完成那个你单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圆满。达成不是你证明了什么，
是你接住了什么？你接住爱，接住支持，接住机会，接住那个你本来就配得的结果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不要再以为你要做得更多，算得更精，掌握得更完美。你该做的是回到内在，问自己：我现在愿意打开自己了吗？我现在愿意相信我值得了吗？我现在愿意让事情用它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吗？达成不是结束，是一个开始，一个你与宇宙共同创造的证明。证明你愿意走出恐惧，证明你愿意放下控制，证明你愿意相信你是被支持的。而这份信任，就是你接收一切的门。如果愿望让你焦虑，也许该先放下执着，不是因为你不该有愿望，而是你对它的渴望已经悄悄转变成一种条件式的自我价值。你告诉自己，我实现了这个愿望，就代表我值得。我得到了它，就可以安心。它来了，我才会快乐。但真正让你焦虑的，不是愿望，是你内心深处那句话：如果没有发生，那是不是代表我不够好？这份焦虑来自对结果的控制，来自把幸福绑在未来的某一刻，来自你还不相信，就算现在什么都还没发生，你仍然是完整的。愿望本该是流动的，本该是带着喜悦与灵魂共振的轻盈频率，它应该让你更靠近自己，而不是让你怀疑自己。当愿望开始让你压力大、情绪低、害怕失败，那就表示你把它变成了一种如果没有达到，我就不被爱的证明。那不是爱的频率，那是恐惧的共振，而恐惧只会吸引更多等待、更多紧张、更多对未来的防卫。你以为你在显化，其实你正在消耗自己的能量，消耗信任的能力，消耗与宇宙的连结感。所以，当愿望让你喘不过气，当你发现自己越想越累，请停下来，问自己：我现在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执着？这个愿望还是我真正想要的吗？还是我只是害怕没有它？放下执着，不是放弃，是把愿望从我一定要变成如果它来，我欢迎；如果没有，我依然完整。那一刻，你的频率就会转变，你的身体会松开，你的心会开阔，你会从期待中释放出来，进入一种我已经在这里的平静。那是显化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，因为你终于放掉那个逼迫自己的版本，你终于对宇宙说：我信任你比我更知道时机。你终于让出控制权，让生命回到它原本的节奏与智慧里。愿望不是你要抓住的，是你要对齐的。你不需要去追它，你只需要成为那个自然会吸引它的人。而那个人是放松的，是稳定的，是知道自己无论有无结果都值得的版本。你可以温柔地看着那个焦虑的自己，对他说：我知道你很想要，但我们不必用害怕来换它。我们值得用信任来创造它，值得用喜悦来迎接它。我们不必靠愿望实现来证明什么，我们本来就值得一切美好。有时候，最强大的吸引力，就是你不再拼命追求时，你自然会成为那个磁场，愿望会靠近，因为你不再推开它，不再怀疑它，
不再紧抓着它必须照你的方式来。你打开了，它就来了。所以，如果愿望让你焦虑，不是愿望错了，是你该放下那个如果没有，我就不够的信念了。让愿望成为你灵魂的游戏，而不是你头脑的考验。让愿望引导你靠近爱，而不是让你卡在恐惧。让愿望提醒你，你已经很好，你只是还没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值得。愿望是灵魂的语言，请你用心听见，不是你头脑里的清单，不是社会告诉你该想要的东西，也不是别人眼中成功的样子。真正的愿望是一种静静地不急不躁的，在你内心深处默默发着光的渴望。它不一定大声，不一定惊天动地，但它有一种温柔而持续的召唤力。每当你靠近它一点，你就觉得心安、眼亮，呼吸变得轻盈。你就知道，这是我灵魂想走的方向。愿望不是你要去想出来的，是你要去听见的。你要学会静下来，离开那些太喧嚣的声音，太理性的分析，太急着达成什么的焦虑，让自己回到最单纯的状态里，问：此刻我最想体验什么样的自己？这不是关于结果，而是关于存在。愿望不是你缺了什么才需要追求的东西，它是灵魂与你说话的方式。他说：我想经历更多，我想感受更深，我想爱得更完整。当你用心听见，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你想要的，其实都不是你真正的渴望。那些只是你害怕、你补偿、你比较后的选择。真正的愿望不会让你紧绷，它让你松开，它让你更靠近爱，更靠近自己。它不是来证明你有多好，而是来陪你记得你本来就很好。它会带你成长，会让你变得柔软，会引导你去学会信任、等待、行动与放下，会让你在每一个转折里遇见更深的自己。你可以开始练习听，不是急着设定目标，而是每天留一些静下来的时间，问自己：我现在想感觉什么？什么让我感觉有能量？什么让我觉得活着有意义？那些答案就是愿望的语言。它不是一种声音，它是一种感觉。你会在心跳加快的瞬间听见，在眼眶湿润的时候听见，在你说出“我好想这样生活”时听见。不要怕它太大、太远、太疯狂。愿望是来启动你、扩张你、重新对齐你的生命频率，不是来限制你、评价你、困住你的可能性。它永远在你沮丧时提醒你你还有方向，在你忙碌时悄悄你说：你还记得吗？在你想放弃时拉着你说：你走到这里了，别停下来。愿望不会离开，它只是等你准备好听见，等你相信自己配的，等你承认那份渴望是真的，等你说：我愿意了，我愿意成为他。请你用心听见，听见那个不需要解释、不需要逻辑、不需要认可的愿望。那是灵魂的语言，那是你此生来经历的指引。当你听见它，请不要再否认、推开、缩小。请记得，那不是梦，那是方向。愿你听见后，愿意跟着它走。
哪怕过程未知，结果不明，你依然愿意，因为你知道，那是你与灵魂的契约，那是你与宇宙的共振，那是你与真实的生命重新连结的开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